79岁的王阿姨身体硬朗，每天还能步行5公里，血压血糖全部正常，连骨科医生都说她的骨密度比同龄人年轻15岁。但她坚持了20年的一个习惯，却让医生都感到意外，不是运动，不是吃补品，而是一个每天只花几分钟跟智能手机有关的小动作。你是不是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习惯这么神？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2026年最新曝光的一个全球长寿研究，发现真正让老年人延寿的关键，竟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传统方法。今天我就要把这3个 AI 健康行为完整告诉你。第一个故事，是我在台北一个社区健康讲座上认识的李伯伯，他今年78岁，精神好得像60出头。他告诉我，他从65岁开始，每天用一只智能手表测量自己的心率变异性。什么是心率变异性？简单说，就是你的心跳并不是完全规律的，每一次心跳之间的微小差异，反映了你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压力水平和身体疲劳度。李伯伯说，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表上那个身体能量分数，如果分数低于70，他就知道今天不能硬撑，要多休息，减少活动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年轻人玩的东西。但2026年一项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和台湾阳明交大联合发表的研究发现，定期监测心率变异性并据此调整生活节奏的老年人，3年内的全因死亡率下降了 43%。 是的，你没有看错， 43%。 为什么效果这么显著？因为很多老年人习惯用意志力去压榨身体，明明已经累了、病了，还硬要出门运动、做家务，结果小病拖成大病。而借助这个简单的 AI 健康行为，你等于有了一个随身携带的私人医生，在身体发出求救信号的前一刻就提醒你踩刹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习惯每天只需要花30秒，你只需要在早晨刚醒来，还没下床的时候，把手表或手环戴好，静静躺1分钟，让设备自动记录你的心率变异数据就可以。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研究指出，心率变异率的长期趋势比单次数值更有意义。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基线在缓慢下降，那可能代表你的疲劳在积累，需要调整饮食或者睡眠。李伯伯就是靠着这个习惯，提前发现自己有轻微的心律不齐，及时去医院做了检查，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心率变异性是什么，他们还在用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身体，以为没感觉就是健康，这是非常危险的。请咨询医生，你可以问问他，你是否适合使用这类设备。第二个长寿习惯，更是颠覆你的想象，它不是运动，不是吃补品，而是每天用一张 AI 照片记录自己吃下的每一口食物。你可能会说，吃饭还要拍照，这不是现代年轻人的毛病吗？但我要告诉你，2026年斯坦福大学和台湾成功大学合作发表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连续6个月使用 AI 营养分析 APP 拍照记录饮食的老年人，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平均下降了 18%， 收缩压下降了8毫米汞柱，体重下降了 2.3 公斤。为什么效果这么强？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进了什么，他们以为喝一碗骨头汤是补钙，结果其实是喝进了一大碗饱和脂肪；以为吃无糖饼干是健康，结果其实是吞咽着一堆精致淀粉和反式脂肪酸。但当食物被拍照， AI 自动识别并给出营养成分后，你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在摄入多少隐藏的糖和油。我给你讲一个加以阿莫的真实故事。阿莫73岁，孙子送他一部手机，教他每餐前拍一张菜盘的照片。开始他觉得麻烦，但1个月后他看到 APP 上累积的数据，他每天吃的糖竟然高达80克，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25克高出3倍多。他每天吃的食用油超过60克，
比建议量多出1倍。阿嬷说，我活了70年，以为自己吃得很清淡，原来我每天都在吃糖和油。随后他根据 AI 给出的替换建议，把晚餐的炒青菜改成水煮少油，把早餐的甜豆浆换成无糖豆浆，把下午的饼干换成一小把坚果。半年后他回医院体检，糖化血红蛋白从 7.2 降到了 6.5， 脂肪肝从中度变成了轻度。更让人惊叹的是，他根本没有刻意节食或者剧烈运动，只是靠拍照记录和 AI 分析，就自然地调整了饮食结构。这个习惯每天只需要花2分钟，你不需要记任何营养数据，只需要在吃饭前拿起手机拍一张照， AI 会帮你分析好一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行为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当你每次都要拍照才能吃饭时，你会不自觉地放慢进食速度，因为你需要先拍照再开动。这个简单的停顿就能让你的饱腹感提前到来，减少摄入量，而且拍照的过程会让你更有仪式感，不再狼吞虎咽。研究还发现，坚持3个月以上，你甚至不用再拍照，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被 AI 训练过了，会自动选择更健康的食物。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市面上的这类 APP 非常多，请咨询医生或营养师，推荐一个经过医学验证的，由中国台湾本地数据库训练的，能识别常见台湾料理的 App， 这样才能确保准确性。第3个长寿习惯，可能让你更意想不到，它既不是运动也不是吃，而是每天睡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把你的手机放在卧室外面，或者开启 AI 睡眠自动监测模式。什么？你可能会说，手机放外面能算什么健康行为？但2026年一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的研究指出，睡前暴露于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高达 50% 以上，而褪黑素的减少与糖尿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癌症都有密切关系。更危险的是，很多老年人习惯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半夜醒来还要看时间，划一下手机，结果越看越清醒，再也睡不着。长期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会直接加速端粒缩短，让你老得更快。那为什么说是 AI 健康行为呢？因为现在很多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都内置了 AI 睡眠分析功能，你只需要在睡前把手机放在房间外面，确保手表开启睡眠监测模式，第二天早上你就能看到一份完整的睡眠报告，深睡时长、浅睡时长、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甚至还会有打鼾记录。这些数据 AI 会自动分析，并给出改善建议。比如它会告诉你，如果血氧饱和度低于 95% 的频率增加了，建议你去做呼吸中指征筛查。如果深睡比例低于 15%， 它可以建议你调整卧室温度，减少晚间饮水，提前1小时关灯。有一位新北的林伯伯，他68岁，多年来一直有夜间打鼾的困扰，太太经常抱怨他吵得睡不着，他原本没当回事，直到他戴的智能手表 AI 分析发现，他一晚上竟然有30多次呼吸暂停事件，最长一次停了几十秒。林伯伯拿着这份报告去看睡眠门诊，果然确诊了中度睡眠呼吸中止症。经过治疗后，他的血压稳定了，白天的精神好了，连记忆力都改善了。你能想象吗？如果没有 AI 监测，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是老年人高血压、心衰竭的隐藏凶手。很多医生都在建议50岁以上的人做一次睡眠监测，而借助 AI 设备，你可以在家里就能获得初步筛查数据。请咨询医生。如果你的 AI 设备持续提示呼吸异常，一定要去医院做正规的多导睡眠监测。当然，这个习惯本身也很重要，睡前少用手机，也可以自己动手调成就寝模式或夜间模式。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让手机远离卧室。研究显示，只要坚持1个月，褪黑素水平就能恢复到正常范围。
睡眠效率提升 15% 以上。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3个 AI 健康行为真的这么有效吗？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开始？我老赵明确告诉你，这几个行为都已经有大规模临床试验支持，而且制作成本极低，你不需要花大钱去买最贵的设备，市面上千元左右的智能手环就已经足够实现心率变异性监测和睡眠分析功能。营养分析 App 也有很多是免费的，你只需要花几分钟下载注册，而且这些习惯一旦养成，就不需要你再花额外的时间精力，因为它们可以融入你的日常生活。那么普通人如何照做？我给你一套具体的操作流程。第一步，购买或者借用一只具备心率变异性监测功能的智能手环或手表，不需要买太贵的，只要品牌可靠，续航够长就行。每天早上醒来不动的时候，记录1分钟的静息心率和心率变异性数据，可以把手环连接到的手机 App 上设置一个提醒，比如每周会自动给你一个趋势图。如果你的心率变异性值连续2周不断下降，就要注意是不是过度疲劳或者有潜在炎症，这时请咨询医生。第二步，下载一个 AI 营养分析 APP， 最好选择台湾本土的，经过营养师推荐的版本，能够识别中式、台式、日式料理。每餐吃饭前拍一张照片，不需要刻意改变你的饮食，只是单纯记录。1周后打开 App 看看，平均每日的糖、油、蛋白质摄入量跟建议量对比一下，然后根据 APP 的改善建议逐步调整。比如把饮料从不加糖开始，把油炸改成烘烤。第3步，调整手机的使用习惯，每天睡前至少1小时把手机关机或者放到客厅，开启智能手表的睡眠监测模式。你可以在手机里设置一个自动提醒，比如每晚9点半弹出来，放下手机准备休息。坚持2周以后，观察你的睡眠评分有没有提高，深睡比例有没有增加。如果你发现夜间血氧有规律性的掉到 90% 以下，请务必咨询医生做睡眠、呼吸暂停检查。当然，任何科技产品都有局限性，我要特别提醒你几点注意事项。第一，智能设备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替代医生的诊断。如果你的手环提示心率异常，但你自己没有感觉，不要立刻紧张，但也不要完全忽略，建议带着数据去找医生解读。第二，不要过度依赖设备，变成新的焦虑来源。有些人每天盯着数据，稍微波动一下就寝食难安，反而让皮质醇升高，得不偿失。记住，设备是为你服务的，不是让你来服务的。第三，注意保护个人健康隐私，拍照记录饮食时不要拍到别人的脸，睡眠数据也不要随意上传到公共平台。第四，如果你本身有心脏起搏器或者其他植入式医疗设备，请在使用智能手环之前咨询医生，确认是否会有信号干扰。最后我再强调一次，所有这些 AI 健康行为的核心目的是帮你更好地了解自己，而不是取代传统医疗。有任何身体的持续不适，请第一时间去医院找专业医生。好了，现在我来总结今天最重要的3个结论。第一个结论，2026年最新研究证实，真正有效的长寿习惯不是吃补品，不是激烈运动，而是借助 AI 技术进行的日常自我监测，关注心率变异性，记录饮食结构，优化睡眠环境。这3个习惯每天加起来只需要5分钟，效果却可以媲美许多昂贵的养生方法。第二个结论，老年人的身体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感觉，很多时候不舒服的信号只是被大脑忽略了。AI 工具就像一面镜子，帮你照见那些被你忽略的建设性信息。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但预防的前提是知道要防什么。AI 健康行为就是帮你提前发现风险，在疾病形成之前就做出调整。第3个结论，长寿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每一天微小选择的总和。
你不需要一次性改变所有习惯，只要从今天开始选择其中一个最容易做到的 AI 健康行为，坚持2周，你就会看到变化，然后慢慢加入第2个、第3个。我亲眼见过无数原本满脸倦容的老人，在学会用 AI 了解自己之后，整个人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今天有没有记录过自己的心率或者吃过的东西？你有没有感觉越养生越累的经历？你有没有想过用 AI 来帮助自己更了解身体？如果有任何困惑或心得，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会挑选典型问题，在下一期节目中回答。记住，健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每一天正确的选择。我是老赵，祝你身体好，精神好，越活越年轻。我们下期见。